11月的菜市场秋意渐浓，走进去到处都是新鲜的时令蔬菜。我摊位前询问老菜贩，有哪些菜既当季又几乎不用打农药，吃了特别放心。菜贩子笑着指了指自己摊位角落用报纸盖着的一箱菜，悄声对我说，其实就是这几样，都是应季长大的安心菜，虫子少，农药基本用不着。我每天都会带点回去给自己家人吃。原来那些不摆上台面出售，留作自家享用的菜品，才是他眼中真正的宝贝。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7种菜贩极力推荐的时令蔬菜，为什么它们天生抗虫害，基本无需农药，多吃还对身体有好处。首先要明白，为什么应季蔬菜更安全？道理很简单，按照自然节奏生长的蔬菜，更能顺应天时地利。天冷了，很多害虫进入休眠或数量骤减，再加上露天种植通风日照良好，病菌不易滋生，所以秋冬时令的很多蔬菜几乎不生虫，不用喷农药也长得好。反之，反季节的大棚菜为了赶产量，常常密植在温暖潮湿的环境，容易招惹病虫害，不打药反而难以收成。老菜贩感慨道，应季菜就是省心，不用瞎折腾。接下来我们就一一看看这7种深秋初冬最值得买的安心蔬菜。茼蒿，自带驱虫香气的抗寒菜，一走进菜市场的青菜区，就能闻到一股独特的清香，来自一捆捆绿油油的茼蒿。很多人喜欢拿它涮火锅或清炒，但你可能没注意到，茼蒿基本不招虫子。茼蒿身上散发着一种特殊的芳香气味，含有挥发油和植物醇类物质，对人是清新的菜香，对害虫却极其刺鼻。菜农们开玩笑说，茼蒿自带驱虫喷雾，虫子闻风绕道，所以种茼蒿比种很多作物都省事。尤其深秋开始，天凉后，蚜虫、菜青虫这类常见害虫都很少出现在茼蒿田里，自然无需打药。此外，茼蒿的生长速度快，从播种到采收不过50-60天，成长窗口期里，害虫都还没反应过来，它就已经收割上市了。除了少虫少药，茼蒿还是营养高手，它富含贝塔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K 等多种抗氧化营养。每100克茼蒿所含维生素 A， 据说比南瓜、胡萝卜还要高，可见其护眼明目功效之强。经常吃茼蒿有助于保护视力、滋润皮肤、预防夜盲和皮肤干燥。同时，它的维生素 K 和钙含量也不俗，有助于强健骨骼，预防骨质疏松。茼蒿还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钾元素，能促进肠胃蠕动，防止便秘，又有利于控制血压，维护心血管健康。民间甚至流传茼蒿安神菜的称号，因为它含有维生素 B 族和镁元素等，有稳定情绪、缓解焦虑的作用。很多人说压力大、睡不好时吃点茼蒿，有助放松神经。想不到火锅里常见的配菜竟藏着这么多保健功效，难怪有人称茼蒿为皇帝菜。传说过去是贡品，专供宫廷享用，如今我们普通人也能天天吃得到。总之，天凉了多买点茼蒿，新鲜清香又不用担心农药残留，做汤炒菜都格外美味。生菜，成长飞快的小虫克星，生菜翠绿脆嫩，看起来弱不禁风。但有意思的是，生菜田里反而很难找到虫子啃食的痕迹。我曾经好奇问过一位种菜的朋友，生菜叶子那么嫩，虫子不是最爱吃吗？结果他带我去田边实地观察，周围其他青菜或多或少有虫咬的小洞，可一畦畦生菜长势喜人，几乎每颗都是完整无缺。原来生菜的生长速度非常快，从定植到收成只需短短20多天，常常是害虫还没大举繁殖，生菜就已经收割上桌了。特别是在秋冬季节种植生菜，气温低，害虫少，菜农往往连生物农药都省了，有的顶多在夏季高温时对露天生菜喷一点植物提取的苦参减防虫，但冬季大棚里种的生菜完全不用打药。此外，生菜本身也有一些防虫秘密，生菜切开会流出乳白色的汁液，里面含有苦味物质莴苣素，据说对某些昆虫有驱避作用。连行动缓慢的蜗牛、蛞蝓这类小软体动物也很少去啃生菜叶，可能也是被生菜内含的特殊气味和汁液给劝退了。对我们人类来说，这点天然苦味几乎品尝不出，
反而正是生菜清新的来源。更妙的是，生菜那乳白汁液中还藏着助眠因子。古罗马时代就有在晚餐吃生菜沙拉帮助睡眠的习俗，因为生菜汁液里有类似镇静安神作用的物质。现代研究也发现，某些品种的莴苣，生菜的学名，确实能让实验鼠睡得更久。所以下次晚上失眠，不妨试试温水煮几片生菜叶当茶喝，这可是广为流传的民间偏方呢。生菜的营养虽不算顶尖，但也不可小觑。别看它水分多，热量低，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是有的。生菜富含叶酸，含维生素 K， 在所有绿叶菜里数量不错。叶酸有护心维生素之称，对降低血液中的同型半胱氨酸，这是心血管疾病风险因子，有帮助。因此，常吃生菜有益心脏健康。维生素 K 则是维持骨质密度和正常凝血必不可少的物质。生菜的膳食纤维和钾元素也能帮助肠道蠕动，排出体内多余钠盐，有利于控制血压和预防便秘。总之，吃生菜除了图个新鲜脆爽，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。顺带一提，在市场买生菜时有个小技巧，尽量选择散叶生菜，而不是包球特紧实的结球生菜。因为散叶生菜大多露天自然生长，不易烂心，不需要保鲜剂。而结球生菜为了防止菜心腐烂，采收前可能会喷点保鲜药剂。因此，挑菜时记得那种自然舒展叶片的生菜更佳，吃着也更放心。菠菜营养满分的护肝蔬菜，天冷时节，菠菜开始大量上市。深绿色的菠菜叶片带着红根，往往越是经过几场霜打的菠菜，口感越发甜嫩可口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实冬天露天种植的菠菜很少需要打农药，原因有2个。一来菠菜适宜冷凉气候生长，晚秋播种，初冬采收最为顺利，那时田间害虫和真菌都不活跃，菠菜自然长势良好。二来菠菜本身含有较多草酸和植酸，这些物质虽然对人体需要焯水去掉一些，但对虫子而言并不好受，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害虫取食的兴趣。所以我们冬天吃到的菠菜大多是在较少农药干预下种出的。菜农说，只要土壤肥沃，温度适宜，菠菜随便撒种子就能长满一地，管理起来很粗放，不用过多喷药。一旦天热潮湿时，菠菜容易得病虫害，那时反而种不出好菠菜。这也是为什么夏季市面上几乎见不到菠菜身影，要吃也多是大棚里费劲种的。说起菠菜，大家都想到大力水手补派吃罐头菠菜瞬间变壮的卡通片段，这并非夸张，菠菜确实是营养满分的模范蔬菜。中医称菠菜为护肝菜，因为它富含叶黄素、贝塔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C 和叶酸等，能养肝明目、滋阴润燥。现代营养学分析，菠菜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在绿叶菜中名列前茅。比如每100克菠菜就含有约50毫克维生素 C， 接近柑橘类的水平，在叶菜中属高的。维生素 C 是强抗氧化剂，有增强免疫力、预防感冒和促进铁吸收的作用。菠菜的贝塔、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含量也很丰富，这2种营养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， 维持视网膜和角膜的健康，预防夜盲症和干眼症。难怪常说吃菠菜护眼，对着电脑工作的上班族不妨多吃点。菠菜还提供大量叶酸和铁质，对造血特别有益。叶酸是孕妇和贫血者常补充的维生素，有助于红血球形成和胎儿神经发育。而菠菜的铁在植物性食物里含量算高的，搭配维生素 C 一起吃，吸收率也提高，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缺铁性贫血。再加上菠菜的膳食纤维柔软易消化，有助于润肠通便，对于冬季容易上火便秘的人很友好。可以说，小小一把菠菜集合了护眼、养血、润燥、通便等多种功效，堪称菜中之王。唯一要注意的是，菠菜含草酸较高，建议焯水几十秒，倒掉水再烹调，以去除大部分草酸，避免影响钙吸收。但无论如何，冬春时节的菠菜鲜嫩味美，营养丰富，又基本无农药残留，是家庭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之一。上海青、小白菜，短平块的高维生素菜，市场上那种一颗颗玲珑碧绿、
只有手掌长的小白菜，就是俗称的上海青。别看它个头袖珍，产量和营养可一点不小。上海青属于青菜的一个品种，生命力极强，生长周期短暂，大约播种后30天左右就能采收一茬。由于采收勤，生长快，在田里停留时间短，害虫想大举侵袭都来不及。因此，露天种植的上海青通常不喷洒农药，尤其秋冬季的露天上海青，气候干爽凉爽，虫害极少，顶多有时叶片上见到极个别虫咬的小洞，菜农一般也懒得为这点小虫用药。而反季节夏天种的小白菜反而难养活，需要更费心思防虫，所以大多是大棚产品，在适宜的季节种适宜的菜。这种顺天应时的种植方式就能少用药，产出好品质。小白菜就是典型例子。上海青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每100克上海青中大约有40毫克维生素 C， 比一般的大白菜更高，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促进胶原蛋白合成，让皮肤保持弹性。它还富含维生素 B2， 这种维生素有帮助修复皮肤黏膜、预防口腔溃疡的作用。多吃小白菜对易生口疮的人有益处。在矿物质方面，上海青提供钙、磷、铁等元素。别看小白菜纤细，钙含量一点不低，对于不爱喝牛奶的人来说，多吃些小白菜补钙也是不错的选择。铁元素则有助于预防缺铁性贫血，尤其中老年人和女性经期后适当补铁很重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上海青和西兰花、白菜等一样，属于十字花科蔬菜，富含植化素，例如含有诱导酶类的成分，能帮助肝脏解毒，还有植物雌激素样物质以及硫配糖体等。现代研究发现，十字花科蔬菜摄入量高与降低某些癌症风险相关，也就是说，常吃这类蔬菜对身体有长期保护作用。在烹调上，上海青更是百搭家常，烫汤、清炒、蒜蓉拌炒都鲜爽可口，很容易让人一口接一口吃下一大盘。而且它热量低，纤维足，吃饱肚子也不用担心发胖。难怪菜贩和菜农自己都爱留点上海青回家吃，长得快，省农药，营养好，味道佳，这样的蔬菜谁能不爱呢？大白菜，百菜之王的安心首选。说到冬天的时令蔬菜，怎能不提大白菜？北方地区每到深秋初冬，家家户户囤白菜，蔚为壮观。冬储大白菜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符号。大白菜之所以深受青睐，不仅因为它物美价廉，用途广泛，还因为冬季的大白菜极少打农药，吃着特别放心。白菜属于耐寒蔬菜，最喜欢冷凉干燥的气候。一般农家在立秋前后播下白菜种，经过初秋的生长，等到深秋气温骤降时，开始苞新结球。此时低温正好帮忙赶走虫害。常见侵袭白菜的菜青虫、蚜虫，在晚秋冬初时已经很难找到踪迹，即便田里偶有几条小青虫，到了霜降时也冻死了，根本不需要人为喷药。据菜农介绍，大白菜在结球期前如果出现虫害，可能会用生物农药或人工捉虫控制，但结球后基本不再打药，因为药剂难以进入包裹紧实的菜心，而且天气转冷，虫害停止。所以我们在冬天吃到的每一口白菜脆嫩清甜又安心无比，正是大自然给予的馈赠。大白菜还有个外号叫百菜之王，说的是它营养丰富全面，在蔬菜中位居前列。从营养学角度分析，大白菜富含维生素 C、维生素 K、叶酸等多种维生素，以及钾、钙等矿物质。100克白菜约含维生素 C 达30毫克左右。毫苹果、梨这些水果比毫不逊色，还提供一定量的植物蛋白和必需氨基酸。国外曾有营养机构评选世界最健康蔬果，中国大白菜名列第2，理由就是好消化且营养丰富。光是1/4颗中等大小的白菜，就能满足一天维生素 C 需求量的 25%， 非常了不起。而且白菜膳食纤维丰富，热量极低，高纤低脂的特点让人吃饱也不易发胖，对控制体重很有帮助。民间还有句俗语，白菜豆腐保平安，意思是一盘清淡的白菜炖豆腐就足以提供人体需要的大部分营养，又不上火不伤胃，可谓养生佳肴。
特别是冬季天干物燥，很多人容易咽喉痛、牙龈肿，这时多吃点白菜，有清热解毒、润喉利尿的效果。中医认为白菜性微寒，味甘，能清热除烦，通利肠胃，对肺热咳嗽、便秘、小便不利等都有食疗作用。早年医疗条件差，北方人冬天就指望着白菜补充维生素，预防坏血病，所以才有白菜吃半年，医生闲半年的说法。可见每天都吃点白菜，对维持健康是多么重要而有效。除了直接鲜吃，大白菜还能耐储存，可腌制，是全能型选手。传统上入冬前腌一缸酸白菜，整个冬天都不愁维生素来源，酸爽开胃，还能促消化。现代人虽然四季都有反季菜可买，但冬天的白菜依然是当季最甜、最便宜，也是最安全的蔬菜之一。当你咬下一口脆生生的白菜梗时，可以畅快享受它的美味，因为你几乎不必担心吃下什么农药。这就是顺应时节的礼物。大白菜对得起冬季蔬菜之王的美名。白萝卜，地下生长的天然无虫菜。俗话说，冬吃萝卜，夏吃姜，不劳医生开药方。冬天到了，各种萝卜纷纷成熟上市，其中白萝卜最为常见，也最经济实惠。很多人挑菜时怕农药超标，其实白萝卜基本不用担心。为什么？因为白萝卜是埋在泥土里长大的，和地上叶菜相比，地下根茎作物受到的虫害少很多。萝卜最大的可食部分是粗壮的肉质根，藏在土里30厘米深处，地表的虫子想咬也咬不着。种过萝卜的农民都知道，萝卜田主要防的是蚜虫或小菜蛾啃青葱那些叶子，但萝卜叶稍有虫洞，其实无伤大雅，根本不影响地下萝卜的生长。所以多数菜农种萝卜很少打药，顶多在幼苗期喷点生物药剂保护嫩叶，此后就让它自由生长了。特别是秋冬季的萝卜虫害更少，很多老一辈农人习惯每年深秋都种1大亩萝卜，全程基本不打药，长出来的萝卜自己留着吃，还能喂牲口。萝卜这种作物适应性极强，病虫害罕见，有些地方甚至把它当成休耕期改良土壤的绿肥来种。可见萝卜根本不需要过多人工干预。有人可能担心，即使不打虫药，那萝卜会不会生病？其实萝卜还真有一套自身的防护机制。萝卜的叶子和根都含有一些辛辣成分，特别是白萝卜里的芥子油干分解后形成的芥子气味，非常提神通鼻，也有一定抑菌作用。这种辛辣味对一些真菌和细菌有抑制效果，所以萝卜坏头烂心的情况也相对少见。在萝卜生长中后期，如果叶片受了虫害，植物还会启动补偿生长，把更多养分输送到地下的根部，反而促使萝卜长得更大更甜。对人类而言，这些辣味物质正是萝卜的精华，能消食化积、化痰止咳。中医很早就发现白萝卜有清热顺气的作用，把它誉为小人参。民间有句谚语，萝卜上市，医生没事。每当新鲜萝卜收获的季节，人们就多吃萝卜防病，把医生都闲置了。冬天炖一锅萝卜排骨汤，不但暖胃驱寒，还能润肺止咳。很多家庭都把白萝卜当作冬季养生食材来使用。营养方面，白萝卜也是十分出色的，它水分足，热量低，维生素和矿物质却不少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维生素 C， 白萝卜每100克含有约20多毫克维 C， 在根茎类算很高的了。冬季气候寒冷干燥，多吃萝卜补充维 C， 有助于提高免疫力，抵御感冒病毒侵袭。萝卜中的纤维素既丰富又质地细腻，很容易被肠道耐受，能促进胃肠蠕动，帮助排便，预防冬季易发的便秘。还有一项常被忽略的是，生萝卜里含有丰富的酶类，例如淀粉酶和芥子油酶，能帮助分解食物中的淀粉和脂肪，增进食欲，促进消化。所以中国自古有吃萝卜助消化的传统，无论是北方吃凉拌、萝卜丝解腻，还是南方餐桌常见的咸萝卜干、小菜脯，用意都是利用萝卜来消食。现代研究也证实了，白萝卜包含的活性成分对人体有抗炎、抗菌和抗肿瘤作用。尤其十字花科植物，萝卜属于此科，富含的异硫氰酸酯类化合物，能清除自由基，抑制癌细胞增殖，有潜在的防癌作用。可以说，别看萝卜价格便宜，
里头干货满满呢？更棒的是，萝卜通常残留的农药寥寥无几。有农业部的监测发现，萝卜和胡萝卜等根菜类检出农药残留的概率和浓度都远低于叶菜类，所以白萝卜真是物美价廉又安全的典范。下次买菜不妨多挑几根白胖萝卜，生吃熟煮皆宜，让家人安心享用来自泥土的甜美。胡萝卜，从不爱的甜甜营养棒。最后要说的胡萝卜，名字里带个萝卜，其实和白萝卜是远房亲戚，它是从西方传入的外来种。因为古代把西域称为胡，故名胡萝卜。橘红色的胡萝卜甘甜可口，既能做菜也能当零食生啃。而它还有个隐藏优点，胡萝卜在种植时也基本不用打农药，和白萝卜类似，胡萝卜长在土里，与世隔绝般的避免了大多数地上害虫的侵扰。此外，胡萝卜的叶子细长，带有特殊的芳香气，同时叶片表面覆盖着细细的绒毛，这种结构让小虫子在上面行走觅食并不容易。一些农业专家发现，胡萝卜的叶毛甚至能黏住想来吸食枝叶的蚜虫，犹如天然的捕虫网。更神奇的是，有紫红色品种的胡萝卜根含有丰富的花青素，这种物质不仅是抗氧化能手，对土壤中的霉菌等也有抑制作用，减少了病害发生。再加上胡萝卜也是秋冬播种，初夏收获，成长季节较凉爽干燥，虫害偏少，所以农户普遍不太给胡萝卜施药。懒人种菜首选的就是这类根茎作物。胡萝卜之所以受欢迎，最著名的莫过于其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。这种营养被人体吸收后，会转化为维生素 A， 能维持视网膜的感光功能和皮肤黏膜的健康。俗话说，胡萝卜明目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二战时期，英国飞行员据说每天吃大量胡萝卜以增进夜视能力。虽然那更多是烟雾宣传，但胡萝卜素对预防夜盲、保护眼睛确实有实打实的效果。现代人用眼过度，如果经常眼睛干涩、夜间视力不佳，更应该常吃胡萝卜来补充维生素 A 和叶黄素。除了护眼，胡萝卜还有皮肤维他命之称，经常食用有助于保持皮肤细胞的正常代谢，让皮肤润泽细腻。胡萝卜中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 都是强抗氧化剂，能减少自由基对细胞的伤害，从而起到抗衰老、提高免疫的作用。有研究发现，饮食中富含胡萝卜素的人群，患某些慢性疾病的风险较低，这正是胡萝卜在默默保护我们的证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胡萝卜里的膳食纤维和果胶也很丰富，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，促进排便，果胶则属于可溶性纤维，在肠道中能帮助降低胆固醇和平稳血糖。这意味着常吃胡萝卜对心血管健康有利，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糖尿病。难怪国外将胡萝卜列为糖尿病人适合的菜肴之一。有人也许担心胡萝卜甜甜的会不会含糖高，其实胡萝卜的糖分大概只有 5%， 属于低热量食物，大可不必担心发胖或升糖过快。而它所含的糖主要是蔗糖、葡萄糖这样的单糖，搭配纤维一起摄入，释放速度较慢。此外，胡萝卜的维生素 A 是脂溶性的，有个小食用技巧，烹调时加一点点油炒一下，或和肉类同煮，能大大提高胡萝卜素的吸收利用率。所以您会发现，经典搭配如胡萝卜炖牛肉，既美味又营养，道理就在这里。总而言之，胡萝卜真可谓老少皆宜的健康蔬菜。小朋友爱吃它的甜，大人看重它的营养，老人享受它带来的保健效果。而在田间地头，胡萝卜也是出了名的安心蔬菜，不用怎么打药就能长得棒棒的。我们尽可以放心的把胡萝卜端上餐桌，为全家增添一抹健康的亮橘色。介绍完这7种菜贩子力荐的蔬菜，不难发现一个共通点，顺着时节挑菜，远离农药麻烦，大自然自有其巧妙的平衡。天气变化在帮助我们筛选食物。到了秋冬，茼蒿、菠菜、白菜这些喜良作物品质最佳，虫害又少，几乎不需要人为干预就长得好。而在炎热潮湿的夏季，则有空心菜、苦瓜、冬瓜等天生抗病的蔬菜撑场。同时，我也从老菜农那里学到几个买菜的小秘诀，在市场上选到更安全放心的蔬菜。一看摊位位置，留心那些摆在摊位最角落，
用泡沫箱单独装着的菜，菜贩往往把自家也想留着吃的菜单独放在一旁，不会混在外面堆，让人随意挑。因为这些菜数量不多，又品质特别好，是他们自己挑出来的私房菜，所以瞄准摊位里侧墙边那些没大张旗鼓吆喝的菜，很可能就是无药残留的新鲜货。二问种植方式，大胆向摊主发问，例如关心地问一句，这菜有没有打过药呀？一般诚心卖菜的都会如实告诉你，如果对方支支吾吾或顾左右而言他，那多半说明这菜喷过农药，不那么安全，这时不妨放弃购买。另外也可以问产地、种植季节，回答含糊其辞的也要警惕。3. 挑虫咬痕迹，细心观察菜叶表面有没有小虫咬过的洞洞，叶子上几个虫眼其实是安心洞，意味着它在生长过程中没喷过高剧毒农药，因为连虫子都敢吃2口，人还有啥可害怕的呢？很多不打药的有机蔬菜反而外观没那么完美，稍微有点虫咬斑点，但这恰恰是天然无公害的标志。我每次买菜也爱挑那些带1-2处小虫眼的蔬菜，心里特别踏实。讲了这么多，总结一句，多关注当季的低调实力派蔬菜，菜贩子藏着掖着留给家人吃的货色，往往不是那些卖相最华丽的大棚奇蔬，而正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平平无奇的茼蒿、生菜、菠菜、小白菜、大白菜、白萝卜和胡萝卜。它们要么天生驱虫，要么成长周期短，要么躲在泥土里，让害虫和病菌对它们束手无策。这些蔬菜农药残留低，营养还特别丰富，真是餐桌上的佳选。听了老菜贩的建议之后，我也学乖了，每到11月就专挑这几样买，吃得开心也吃得安心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下次逛菜市场不妨多留意这些当令家蔬，它们不仅美味，还默默守护着我们的健康，让我们远离农药的困扰。牢记应季而食的智慧，你会发现身体更舒服了，医药费也省下不少力。祝大家都能吃出健康，吃出满心踏实。